咱们刚才参观了这个历史文化博物馆啊，了解了一下这边历史文化，有些东西还是挺有意思的。等会儿我们看的时候再说啊。今天我们要参观萨迦寺啊，现在来到了东门。买了门票啊，60块钱，看一下。看一下这边这2尊护法神啊。哦，这点没得。这可以给拿。咱们这个萨迦寺就逛完了啊。萨迦寺相当于是萨迦派的本寺啊。萨迦的在藏语里边的意思是灰白色的土，因为它这边进派的时候山上有一片灰白色的土啊，所以说就叫萨迦。刚才不是逛博物馆吗？有几个比较有意思的点啊，一个是这个萨迦寺，现在我们逛的这个寺是南寺啊，最开始是在萨迦北寺啊，但是北寺由于历史原因啊，被人为破坏了啊，现在北寺是修复的啊，我们就没过去看了。然后南寺才是萨迦派兴盛的时候建的啊。这个萨迦派在元朝的时候啊，势力到达了顶峰，因为出了一个帝师啊，忽必烈的帝师啊，巴斯达。所以说水涨船高啊，这个身份，这个现在这个南寺的建立啊，还挺有意思的。说是作为帝师的巴斯达从元朝那边啊返回到西藏这边来的时候啊，反正是回家来了啊，当时提了一嘴啊，说是拉萨那边的节日拉康真壮观呀。那这边的本家人一听是吧，那不得了啊，我们都知道啊。就当做圣旨来办了啊！就在这边仿照节日拉康啊，建立一个类似的、规模更大的一个寺庙啊，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萨迦寺啊，让我想起了那个教育局长去学校里边去参观，说操场上有一堆氯化钠就更好了啊，然后校长第2天就拉了一堆食盐啊、氯化钠放到操场上，然后巴斯达做这个帝师啊，做元朝的这个帝师啊，还是有一段典故的啊。当时其实是佛道2派在争啊，一方代表是未来的帝师巴斯达啊，代表的藏传佛教啊，还有一方代表是道教啊，可惜道教败了下风啊，所以说后来这个巴斯达就当了帝师，于是这边就水涨船高。这边僧人住的宿舍我觉得挺好的啊，独门独院的，如果说无欲无求的话，那简直是太舒服了。整个这个萨迦寺就像一个城堡一样啊，四周建了高高的围墙，我们现在就是在围墙上面走啊。这边有一个比较出名的点啊，就是慧海金山。这边据说啊，贝叶经好像是最多的地方啊。贝叶经就是用那个类似于芭蕉那种一种叫贝树的啊，我们之前在云南还看过啊。傣族尤其发达啊，贝叶处理以后啊，拿铁笔在上面刻上凹痕，这就是凹痕，然后再刷上墨，再拿布把上面那层墨给擦掉，凹痕里边的墨就擦不掉嘛，这个字就留在上面了啊。抄写经啊，就抄在贝叶经上面，然后这边有一大排的佛经啊，非常的壮观。这边大殿里边还有当时忽必烈赐的那个大海螺啊，然后刚才进去看的时候啊，只要你在那边放1块钱，它就会吹一次。我看以前的记录说是要花够一定钱啊，才能让这个大海螺吹响啊。现在我看有一个人在那儿一次放1块钱，放1块钱吹一次，放1块钱吹一次啊。我们就在那儿听到了这个大海螺一直在那儿吹，呜呜呜。4大教派我们寺庙基本上都去过了啊。桑耶寺代表的相关吧，不能说是代表。宁玛派就是旧派啊，莲花生大师传过来的。然后前2天去亚东参观的噶举派的噶举寺啊，今天参观的萨迦派的萨迦寺，前天参观的扎什伦布寺啊，是格鲁派的代表寺啊。所以说4大寺我们基本上都参观完了，后面我们应该就不再去寺庙了啊，因为我感觉大同小异啊，无非都是供的释迦牟尼、弥勒佛啊，然后其他的一些高僧的灵塔呀、真身灵塔呀、舍利子灵塔这些。这4大派我们可以从朝代上面看出来啊，一般和政治结合的比较紧密的，在当时的那个朝代呀，都是比较庞大的。比如4大派里边的旧派就是宁玛派。
派啊，传承的是莲花生大师带来的那一套啊，藏王当时扶植起来的一个宗教啊，因为我们都知道是藏王也把莲花生大师请过来，然后修建了桑耶寺啊。元朝的萨迦寺就是和忽必烈搭上了关系啊，然后后边的噶举派是和明朝的明政府的关系比较深厚，到后面的格鲁派啊，当时就是和清朝那边啊取得了关系啊，格鲁派就是现在势力最强的派了。我们不得不说啊，这个宗教的发展史啊，和这个政治的发展史。朝代的更替啊，关系还是很密切的。格鲁派现在是最强大的，那是因为清政府灭亡了以后啊，是吧？现在大家对宗教啊，不像以前了，类似历史就暂停在那个时间点了。格鲁派现在就是最强的。还有一点啊，像咱们不都是孔子语录嘛，三人行啊，必有我师啊。这个萨迦派有点类似于儒家学说啊，因为它有很多的这种格言啊，说起来就感觉就和这种子曰呀，什么这些差不多啊，这是感觉比较接地气了，没有那么多虚无缥缈的东西，这个也是挺有意思的，说的都是比较接地气的话。我们这个萨迦寺基本上是看完了啊，转也转完了，转了3圈了。